Salut，我是 Sever。我记得老师之前曾经有说过，功成名就的条件啊，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所以我们除了福德神助之外呢，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拉高我们的心的维度。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修行，因为修行就是要累积新的维度，等待机缘一到，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功了。因为行动这件事情，关于准备这件事情，创业的时候也是一样，修行就是一种创业，那就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再来就是说，因为在现在像假设说像创业来讲，你踏出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市场对你的回馈是怎么样啊。你不踏出去，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怎么回馈给你，你怎么样想的都是你自己想的啊。对，市场不一定是这样想啊。对啊，那市场为王的时候，就是创业以后你才会知道，我这样子要赶快找哪边也许你一开始想的获利的管道是这样，但是最后呢，你公司呢整体来讲获利王的那个管道不是原本你想的那个管道，也许是顾客逼着你往那个地方就去去赚更多的钱。关于准备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门派有各式各样的讲法。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很早以前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就是有一个穷和尚跟一个富和尚要去南海拜观世音菩萨，结果穷和尚就想说就沿路托钵就去，他就走了。那富和尚就一直在准备，结果人家从南海又回来了，他还没有去。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要准备到什么样的状态才够。对，你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因为你自己障碍着你自己，不是外面的东西障碍你，是很多都是你自己障碍着你自己，所以才无法达成你要的一个目标。当然要做好一些准备，而不是无脑的这样去做，都不做准备，而是说你要思维说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路程。好，接着就是要勇敢直前，往前踏出去。很多人就是要修行，然后一直想，一直在那边想，始终踏不出那一步，那你就始终一直待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会形成现状的死局。什么叫现状死局？你就一直站在原地，你永远都踏不出那一步，那你就在那边干耗一个时间。对，那有些人就是属于逃避型的人格，就是明知道要修行，或者觉得自己想要改变，但是他因为不断的逃避，然后所以他也没有继续走上修行这条路。对，那这样子的情形底下，会常常会失去什么？只是失去的时间，你没有获得到什么东西。那这样子呢？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坦白说，也不太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来人世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来这边只是为了不要产生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是来这人世间的一个目的。我来自人世间的目的应该是属于它有生有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要历练什么，你要学到什么，你应该要贡献出哪些东西。对，应该是你这人生整个历程里面，你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框架，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然后你才可以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就像说你在书本上面讲说马尔地夫的海有多蓝，不如你自己亲自去一趟。对，那个蓝是你真的体验的蓝，不是书本上面的蓝。对，这个水有多烫，喝下去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变成说很多东西你要踏出那一步，那踏出去你一定有收获。包含失败也是一种收获。
千万不要认为失败不是一种收获，失败这件事情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说这条路走不通，这条路走不通也是一个结果，而不是说这条路走不通就否定了你所有的人生，而不是这条路走不通就是走不通，就是可以告诉人家说以后不要走这条路，这也是一种布施，这也是一种布施。所以回过头，我们再要仔细的去想一下，你到底来人世间干嘛？你要获得什么东西？你想要怎么样来成就你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反思，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台大一天有24小时，台大的钟声是21声，因为傅斯年校长曾经说过，有3小时是要留给自己，反省思考的一个时间，所以台大学生都会比较晚睡，都在思考，都在反省，在梦里吗？还有师兄，我想要问，就是有些人是真的很需要修行啊，那如果他跟你说我为什么要修，你会怎么回应他？为什么要修？因为每一个人要修的原因都不一样，原因不一样，这个真的就是 case by case 的问题了，因为要看他是为了什么因素才导致他要修行的，那所以真的要很吃他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还有他的环境家庭因素，适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就走进修行的这个门。因为在佛教里面很讲一个东西叫做机缘，机缘不到点一不中，就是你就算是在不对的时间，你怎么跟他讲他也没办法。例如我孩子才刚生出来，我就要照顾孩子啊，对，我没办法修行啊，我弄完孩子然后我要上班，累都累死了，怎么有办法修行？那你现在就要告诉他一个事情，说那你要定一个时间表出来嘛，对，你不能无限的这样拖着，你可以定一个时间表出来，什么时间才要开始这样修行。对，那有一些要考量现实的层面状态，那有一些没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就赶快先，我们假设把修行当成是一个课业啦，你课业越早完成，你压力越小啊，对吧？你越早达到那个境界，你是不是就没有压力了？你越早完成你的暑假作业或寒假作业的时候，妈妈会不会让你出去玩？根本就不会管你啦。对，那你都不写呢，妈妈就在旁边看着你，对不对？然后接着是河东狮吼啊，希娜，对，不可能让你逍遥又自在嘛。有很多的事情是你必须要去做的，那你就得要提早去做。你越早做，越早解脱，越早轻松。你越晚做，你加上时间的压力，你会做的会更不如预期，因为急救章的关系。对，所以很多要修行的人，我会建议没有那么恐怖，就勇敢的踏出去，越早踏出去，越容易取得成就。为什么越早修行的人越容易取得成就？因为你看你很年轻就开始修行，你所受的这些社会的污染啊等等会比较少，对不对？你不会有强烈的那种很多的那种包袱或者压力待在身上，所以你很好突破，那你越晚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负累。我们讲说特别像女孩子，如果有小孩，你会不会整天担心小孩？要不要担心老公？要不要担心这个家庭？要不要担心钱？对啊，然后接下来你要顶着这个家庭里面的什么这个因为修行必须要花时间，要不要
顶着这被诋毁，被什么要忍辱修这个忍辱波罗蜜，一定要顶着啊，对吧？所以你越后面修，你的包袱越大。然后随着你年纪又更晚才修，60、70岁才修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比较少，第二个很多东西你的记忆点又变得比较，你的脑子的活络程度又没有那么好了，很多东西又容易忘记了，对吧？所以越早修是越好的事情，越早修行是越好的事情。同时间，修行这件事情是最低成本的突破跟创业。所以我认为所有的成功的模式都是可以相仿的，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一些所谓的微调modify 这些东西调整一下。所以一旦你取得成功的模式的时候，你在其他地方很容易就会成功。对，你就像那个稻盛和夫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经营企业啊。他被日航政府拜托他去经营日航，他对航空界的时候他怎么会懂？可是日航在他的这个经营底下开始获利了，挽救了日航起来。对，所以成功的模式的人抓得住成功模式的这个逻辑。对，所以你如果没有很多的资本，那你就是要从最简单的，从这种精神上面、灵性上面的这种信念上面的这种调整开始，由上而下越来越容易成功。最困难的是由下而上，从环境改变起。环境要怎么改变？你所在的环境就是这样啊！你不先改变你的信念，你永远没办法。不好改变，不是说永远没办法，而是你不好改变你的环境。对，因为人是很容易在环境里面适应的动物。对，所以越早修行，越早容易取得各式各样的成就。你看很多的大企业家，其实他都有很深的信仰。对，有一些人就偏偏他就觉得信这个没有用。不是，为什么信这个会有用？当你信仰的时候，就像古代来讲，我们敬天。为什么叫敬天？你有一个信仰的时候，你会放下一个东西叫做傲慢。你会觉得上面还有东西，还有神，有天，有神，你容易聆听到其他的声音，你就不会刚愎自用，你就更容易取得成功的模式。所以有信仰的人比较容易成功。你没有看到所有的 MLB 还有 NBA 所有的投进篮筐打出全垒打都怎么样？他们是不是画上他们的十字架？对，感谢他们的神，对不对？偏偏我们的神也很厉害啊，天公啊，对不对？佛教啊，佛陀啊，对吧？菩萨啊，都很厉害。但是我们都不好意思启口，对不对？我们不好意思启口，说我信仰这个，好像很不好意思一样。到底我都不知道不好意思在什么东西。你看他们打完全垒打完之后，是不是就是画上他们的十字架？对啊。但是我们呢，取得成就的时候呢，你拜一下，我了哈。他在求的时候，求的时候一起拼命讲。对啊，那大家都知道郭台铭董事长对关公，对，他是信仰着关公啊，对啊，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取得成功模式的一个人啊，对，所以有信仰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不需要遮遮掩掩啊，怎么样？再来，很多人就问我说，到底要不要相信？常常会有说，到底要不要相信？我们就把它想成这样，相信跟不相信嘛，对不对？那实际上有跟没有，你相信了，实际上有，那 OK 嘛？你相信了，实际上没有，其实 OK 就是带一点失望而已嘛。那你相信没有，实际上没有，那 OK 嘛？可是你实际上有呢？你不相信，但是实际上有了，就很像说明天
不知道有没有考试，我要不要念书？你书念起来，你相信明天有考试，你书先念起来，你管他有没有考试，你都是 OK 的嘛，对吧？你不相信有考试，那结果真的考了呢，那风险值就拉高了嘛，对吧？在投资学里面很讲究风险控制。投资学里面没告诉你怎么获利，都在讲风险怎么控制呢？风险怎么控制呢？你的人生或者人生之后死掉之后，你不要让自己的风险拉高。这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不要让自己风险拉高，所以要有一个信仰，然后有进入修行这个体系基本上我是认为也不会花你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包含就像这次的那个妈祖的信仰好吧？他说那很浪费时间啊，跑好几天啊，对不对？跑好几天，8天，1年365天除上那8除以365天是你要跑你多久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应该要这样子去想一下那越早一样回到越早修行是越好的一个事情。好，那我很好奇的是，师兄这样修行是有修行多久了？我修行大概20几年了。哇，那我想要很好奇的是，师兄从修行之前跟现在修行了20几年之后的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也知道在大学然后我们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一群男生，因为我们班都是男生我台大森林系有分4个组我是那个木材，就是所谓的工业主义，就是木材利用的那大部分都是男生一群男生在一起一定都会一直台湾的发语词这样子而修行以后呢慢慢的它就不见了，你就会去修正你的身口意。是指说之前你会有对碰到同学就会问候一下就先擦对你在干嘛对不对？然后对方也会回答擦嘞怎么样？对然后后来呢，但是开始修行以后这样的话语就那问候的话语就不见了问候的话语就不见，这是很显而易见。我是学到后面修行了1年多以后发现好像为什么以前都会讲很自然的很自然他没有说是刻意的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去修你的这个就是口身口的这个身口意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是那时候就会有惊觉的感觉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对呀然后再来就是跟人家的相处的时候会比较自然就说为什么说会比较自然你知道因为你也知道我从念台大的学士硕士博士这3个东西都在台大完成的时候，你要想毕竟是顶尖的学校对不对，多多少少会有傲慢的心，会觉得哇我跟这群人怎么讲就有一个隔阂感你知道，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我在讲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想到可是他就一直望着你因为我出社会以后他就一直望着你说这怎么来的，对我来讲是很太过简单的事情，就变成说我要去思考说我那整个逻辑是怎么样好慢慢的跟他讲还要把它搞成所谓的 SOP
告诉他要怎么弄怎么做。对，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好累哦，怎么跟这群人相处这么累？不管是工作，然后还是所以我就不太喜欢跟人家相处。就觉得我要花很多的心神在沟通上面，我就觉得非常累。但修行之后呢，我就会会有比较有多的耐心，跟爱心，慈悲心啦。我们现在上课都有看到，师兄很有耐心，讲了很多次。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会整个眉头会皱起来，说我会想不透，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会想不到？对，尤其我后来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创业是做 SPA 美容的，那这些姐姐她可能就更早之前，她可能连大学都没有念过，那所以变成说跟他们之间的隔阂就会比较多，所以我就要花很多的气力慢慢的去想，慢慢的去讲。对，然后等到修行以后就会可以很 peaceful 的跟他们诉说我不会再皱眉头了因为皱眉头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会发现，然后会觉得是不是师兄觉得我很笨还是怎样没有免得玻璃心碎掉，我还要再慢慢的再把它粘合起来这样。然后结果发现修行以后就会发现跟人家相处也会比较自然然后就说话上面也会比较知道分寸对然后不然有的时候他也比较不容易发脾气不然有的时候那个脾气上来的时候，我们也很会嘴人家对不对？对吧？我们嘴人家也不会输别人啊对吧？修行前师兄脾气是好的吗？一半一半，就是很难说就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时候，就会自己压起来这样子但不会常常不会常常。所以师兄你修行以后你会提醒自己说我现在有在修了？不是，我没有特别的提醒，没有特别提醒，因为你长时间在这样子在做的时候，就像我刚刚在讲的时候那些不善的东西就会征服住它就会进入水面。因为你长时间的环境，每天你在打坐的时候或观呼吸打坐的时候，它那个不善业它就不好起来它就不好起来了。对，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让它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不是恶性的循环。所谓的佛法的东西就是让你怎么从人生大的恶性的循环里面跳脱出来那就没有痛苦了苦就止息了，那烦恼就止息了。那在这个小的里面，你要从小的里面的恶性循环先跳出来，才可以从人生大的恶的循环里面跳脱出来所以就是慢慢的你要先去种植培养那个善良的环境那么善的种子就会慢慢的一直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你会去养护你这个好的一个环境而不会去纵容这些不好的环境的这些东西一直让它发出来而且一旦你开始有恢复会想要骂脏话的时候，你就会心里会一个紧张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念头开始出来的时候表示什么？你最近的福报福德开始在降低对，那变成说在这个时期的时候你一警觉，你在觉知觉醒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做更多的福德更多的那个才不要让它起来了对，那所以为什么可以趋吉避凶的原理在这边在于自我的警觉，在于对佛法内观禅定内观
取得智慧这一块的深入与否，才是你真正修行的一个目的跟意义。有没有遇过那个有时候好像很刻意要激怒你的啊，或者是说怎么说都说不听的？说不听的有，说不听的有，然后激怒的没有哦，因为还没有遇过这种白目。对，说不听的有，那就像诚如刚之前所说的，就是说机缘未到，它是它的机缘未到。那我的任务是什么？我善尽我的责任，我该讲的我讲，要不要听那是你的业报了，对吧？我好心的告诉你，是属于我就是属于布施的一种，对吧？我完成了我的布施，我也希望你好，我是这样的发心希望你好，但你能不能领受，那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那至少我是跟你结的是一个善的缘，对，我也没有要强行要求你要改变什么，而是你自己要自发的去觉得这种改变是好的，这种改变是 OK 的，你这样子去做这个改变才会有效，才会甘愿人很多的东西要甘愿你甘愿的去改，那才会说这才是长久之道。然后你不想改变的时候，你不想改变，被逼着这边牛你愿把他头按着下去喝水，那就嘴巴也闭着，他也不喝啊，你也拿他没有办法不需要强行的要求人家一定要按照你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也许有更好的模式，也许更好的模式是你现在没有想到而已。该讲的依照你的境界该讲就讲给他听大家分享。像就是一般都会有人讲说这个人说自己是在修行怎么还是就是行为上面的话就会有人觉得说修行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就回到最前面在讲的时候，你有没有了解意义？修行的模式层次有非常多种，对吧？你是在皮毛的还是在骨髓的？你的意识层在修行，那你有没有办法利用禅定的力量把这些意识层的东西带进你潜意识里面？如果没有，那就是表皮的，对。那如果是有，那就会深入到你潜意识，那才是真正的修进去，然后直到断除了这个生命相续之流，对，就是解脱为止。对，不是说修行了就是马上立竿见影，还要看他对他的业报到底是怎么样的，他那一个障碍有多大？对，它就是一个大盐块，你现在才2滴水，你说他开始修了，马上不咸，不是啊？怎么看都是咸啊，对吧？他要更多更大的福德跟还要很长的时间去把它融化掉，然后很长的时间去更多的功德把它稀释掉。他哪一天得到了那个好处，修行的好处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真的得到修行好处的人你叫他半夜不要修，他也受不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样修行就可以拿到100万的时候，叫你不行，你不准修。我告诉你，一定你说屁啦，反正我修行可以拿到100万呢，对不对？他马上就修了，对吧？所以你要得到那个法的注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要修行。所以不用去强行说一定要他怎么样怎么样呢，而是让他能够体验到是修行的好处，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师兄说那个如果他没有持续精进，可能遇到一开始不可能马上看到效果，那他就不想要继续的话，没有得到好处他就不想继续，就很容易就会退转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他说：“我修行了1年，对，你怎么都没有改善改变，怎么没有变好？你想想看，我们不要讲说好几辈子之前你怎么样，你就光你这辈子，你假设活到30岁，等你有意识，从10岁开始，10岁到30岁也经历了20年，你20年造的恶业，你1年你就全部要偿还掉。那你觉得有这么立即性的吗？而且这还牵扯到很多次以前你所累积下来的累世的惯性，对吧？你说要马上就改变掉，那我觉得这个很难，要有大恒心呐，就是他就自己就是一定要自己要有那种觉悟大恒心，说我就是要立马改除掉，这样的机会才会有，否则马上要改除的时候恐怕就没有那么快，因为大的干旱的这个大沙漠里面，你就是一条河流进去，效果也是有限呐，对吧？对，所以我是认为说，是不是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想要做到什么样程度，我的决心要立到哪边，对不对？你看人家有的说不成就我就不起坐，有没有？有的人是会这样子啊。在那以丘经之前，就是有5个和尚，他们到一个山上面那个山顶以后是一个悬崖的，然后等到他们爬上去以后，就把那梯子全部都拿掉，5个就坐在那边，然后就说我一定要在那个要成就，然后否则呢那不吃不喝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成就了阿罗汉，一个成就了阿那含，其他3个没有成就就流转。那阿那含的这些尊者就会照料着他这3个同伴，然后才有以丘经的由来。以丘经的由来，所以有的就是有这种大毅力，如果没有大毅力，也不会有成就一个阿罗汉跟一个阿那含。所以决心很重要。好，我今天觉得师兄陪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修行的事情，然后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以前可能我都没有从其他人那边听过的，然后都是师兄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师兄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如果你对我们整场的谈话内容话题有兴趣的话，请帮我们按追踪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让你可以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哦。